周深的闪耀是让那幼鸟最脸疼的，而不是刀郎的歌曲。那年2014，那英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泪流满面地淘汰了周深。事后，他竟然以周深相貌平平，没有冠军相为理由来解释自己的选择。面对这个结果，周深再次沉浸在无尽的自卑之中，不过他仍坚持向众人鞠躬，表达感激之情。然而，那英当时并不知道，几年后会有一个实力非凡的周深在中国音乐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传奇。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歌手，经常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中，并成为央视的宠儿。周深的出现让所有人感叹，原来那英最头疼的不是刀郎的歌，而是周深的名字。周深是如何一步步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长为歌坛巨头的？那英对此有没有后悔呢？首先，我要向周深道歉，因为我对李维产生了好感。在2014年的时候，在中国好声音第3季的演出中，一位外貌普通、身材矮小的男生登上了舞台，观众们纷纷议论，质疑他是否能够唱歌。随后，周深以一曲《欢颜》征服了全场，他的声音纯净悦耳，一出口就迷倒了所有人，导师们惊叹不已，纷纷转身望向他。而当他们看到周深时，无不露出震惊的神情。谁都没想到，演唱这首歌的居然是一个看起来平凡无奇的男生。周深的歌曲一曲终了，每个人都难以平息内心的激动。他的实力令众人皆为目击，导师们更是心知肚明。大家无不渴望将这位实力强大且备受关注的选手纳入旗下，因为他就是一张无可比拟的王牌。杨坤毫不吝啬地展示了他对周深的欣赏之情，并表示自己会全力支持他走向更远的未来。齐秦提及了他的姐姐齐豫，并承诺让他亲自指导周深。那英更是表示他会让周深成为男版的齐豫。周深最终抉择了那英，然而他并未意识到这个决定将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困境。周深曾幻想过这个舞台将是他未来的起点，但他没有预料到好声音之旅会这样短暂。在一次比赛中，周深与李维同时出场，两人合唱了一首歌，然而只有一个能够晋级。周深在演唱过程中一直担任和声的角色，似乎成为了李维的配角，没有展现自己的优势。但是他尽力做到最好来适应这样的安排。演唱完毕，那英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抉择，在2位参赛者中选择优胜者。从那英纠结的表情和流不停的眼泪，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决定十分犹豫。那英最终道出了那句经典的话：抱歉，周深，我喜欢李维。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周深心中的委屈和遗憾涌上心头，堵在喉咙，让他无法开口。尽管周深感到非常难过，但他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最终，他向所有人鞠躬致谢，并离开了舞台。那英对于这个选择的解释是，2位选手的实力不相上下。然而，与李维相比，周深的外貌普通，没有冠军相。为了增加胜算，他只能消除所有可能的干扰因素。然而，这个结局却引起了许多好声音观众的不满。他们认为歌唱比赛应该注重实力，而不是外貌。那英居然开玩笑，因此他们纷纷在那英的社交媒体账号下留言，指责他缺乏眼光，视线不准确，甚至有一些观众认为节目存在内幕。周深曾经因自卑而沮丧，然而那英的出现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却又在之后将这一线希望扼杀，使得他重新陷入了更深的低谷。那么，周深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他天赋异禀的歌声竟成为他的噩梦所在？深渊噩梦同样具备天籁之音。周深的嗓音在张碧晨口中被形容为纯粹，就像他自己一样。而在高晓松看来，周深的声音是不染一丝尘埃的，更适合用来演绎生命之歌。然而，在周深还未成名之前，这个天籁般的声音给他带来了无数次的嘲笑和讽刺，使他陷入了自卑的深渊。
男孩子进入青春期后，除了开始长高，还会逐渐经历变声期。然而，与其他粗嗓子的男生不同，周深不仅没有长个子，甚至声音始终如一，保持着清丽动听的嗓音，这让他在众多同学中遭受了许多歧视和嘲笑。在周深的初中时期，他经常被人用侮辱性的词语称呼，如娘娘腔、死人妖、不男不女。这些字眼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尽管年纪还小，但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只是因为个子矮、声音细，就必须承受如此恶意的对待。由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他不愿在公众场合发表意见，变得谨慎小心起来，整整3年都深深地感到自卑。音乐成为了周深在困难时期的唯一心灵寄托，为他带来了光明。然而，即使在上高中后，周深受到的恶意少了很多，但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和敏感依然无法得到修复。毕业后，经过长辈的建议，周深决定前往乌克兰，开始了学医的道路，以应对自己高考失败的情况。周深很疲惫，因为他面临着无法交流的语言障碍，对学习缺乏兴趣以及巨大的学业压力。他苦苦忍受了1年之久，并感到自己即将崩溃。最终，他毅然决然地选择退学，并报考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追逐他心中的音乐梦想。卡布勒很快凭借其美妙的歌声吸引了无数粉丝，人气迅速上升。他的翻唱作品《化身孤岛的鲸》和以9种语言演唱的《Let It Go》更让他走红，成为许多粉丝心目中的卡布女神。当人们一旦听到周深的歌声，他们很自然地会误以为她是女性。随着卡布勒的名气不断扩大，许多粉丝都渴望见到卡布女神本人，但这种巨大的热情对周深来说是一种负担。周深最终下定决心向粉丝展示他真实的自我。然而，当卡布勒揭开真容时，粉丝们却感到极度失望，原本心中的女神竟变成了一个黑黑瘦瘦、平平无奇的男生。这种巨大的落差让许多人感受到了被欺骗的痛苦。尽管女神仅仅是他们虚构的角色，即便周深竭诚地向众人解释，但恶意的言辞如同雪花般飘落在他身上，称他为娘娘腔、人妖、伪娘或骗子，给他带来了伤害。在那段时光里，周深面临着粉丝减少、遭受辱骂和自我责备的困境，这让他几乎无法呼吸。然而，仍有一些坚定的粉丝留下来，给予他伤心中的抚慰。最终，他走出了黑暗，重返那些爱他的人身边。正是这股力量支撑着他不断向前迈进。好声音导演一直在邀请周深参加节目，因为他在卡布勒的表现让人对他刮目相看。然而，周深婉拒了这个邀请，因为他觉得上台唱歌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好声音导演每年都坚持邀请他。终于在2014年，周深决定接受邀请并参加比赛。周深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却无奈被那英的话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李维击退回黑暗之中，他重新变回了那个自卑而敏感的小孩。然而，金子总能发光，很快周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机遇，在多年后成功反击了那英。接下来，周深将经历怎样的人生阶段呢？当前乐坛最具预测能力的先知，提及目前音乐界最具预见力的2位先知，无疑是陈晓东和王志平。在2014年好声音的赛场上，周深的歌喉令这2位导师为之倾倒不已。陈晓东赞扬了周深的声音非常灵活多样，不论是配卡通片还是古装片，他都能完美驾驭。而王志平则表示，周深的声音是唯一一个他认为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的中国声音。事实证明，这2位导师的预言不久后都成为了现实。离开好声音舞台后，周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困惑和迷茫，他的事业也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正当他在思考是要继续追逐音乐梦想，还是回归现实时，一次可以改变他生活的机缘出现了。偶然间，高晓松听到了
周深在《好声音》比赛中演唱的《欢颜》，被他的表演深深震撼。得知周深的身份后，高晓松为他无缘晋级而感到非常遗憾，决定亲自资助他出版专辑。高晓松平生只有3次冲动，前2次是为小柯和朴树制作专辑。在高晓松的介绍下，周深认识了许多经验丰富的音乐人，其中包括国产动漫《大鱼海棠》的印象曲《大鱼》的作词者隐约和作曲者钱雷。起初，他们只是想让周深为《大鱼》录制一个样本。为了追求最佳效果，周深非常用心地在被子里录了10几遍。周深的空灵美妙的嗓音令人难以忘怀，因此大家一致决定让他来演唱最终版本。然而，没想到周深的演唱将大鱼和他自己都带火了，每个人都被周深在歌曲中绝美的吟唱所震撼，因此他被誉为歌坛的海妖。紧接着，周深接受了蒙面唱将猜猜猜的邀请，他化身为女装，让众多音乐界人士无法猜出他的真实身份，并创造了多个经典舞台表演。嘉宾们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赞扬，你绝对是未来华语乐坛的中坚力量，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之人。在歌手节目中，周深以他的表演达拉崩吧点燃了整个舞台，他以5种声音惊艳了所有参赛者，同时也赢得了日本天后米西亚的青睐。周深以其才华征服了众人，以真挚打动了众人的心灵，因此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同时也增添了他自信的信心。他在2021年参加了音乐综艺节目《我们的歌》，与嘉宾李克勤组成了情深深组合，而那英也是该节目的嘉宾之一。让他心情十分复杂的是，曾经被自己淘汰的队员，如今却成为了实力强大的对手。紧接着，周深和李克勤在节目中经历了一系列艰难的挑战，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又一场绚丽多彩的音乐盛宴。他们凭借着不断努力和出色的表现，最终荣登冠军宝座。那英想必没有预料到，7年前他曾淘汰的小男孩，如今竟然取得了如此迅猛的成长，为他给予了一巴掌。周深和那英在节目接近尾声时，以一个拥抱消除了过去的一切。面对如此耀眼的周深，那英是否会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谁也无法预测。然而，如今的周深已经蜕变成不再自卑敏感的小男孩，他以无可争议的实力傲立于歌坛之巅，谱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周深如今不仅仅是备受国内动漫喜爱的声音演员，还成为了收割古装电视剧主题曲的能手。他时常应邀参加央视晚会，并且连检察院都向他发出合作邀请，共同创作歌曲《我的答案》。这一系列的成就让众人感叹，周深已经站在了华语乐坛的巅峰位置上。周深在全球外交官文化之夜的舞台上，以一曲 You Raise Me Up 的真切声音走出了中国，令世界为之惊艳。目前，周深已经成为了影视作品主题曲的主要选择。除了在音乐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还具有高情商和出色的综艺感，所以能够频繁地出现在各大热门综艺节目中。看到他活泼开朗的形象，没有人会想到他过去曾经如此自卑敏感。周深从一个小山村的孩子发展成为歌坛和综艺界两者都取得成功的巨星，他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在他的人生旅程中，最让他感到缺乏的是被尊重，然而最不缺的却是遭受嘲讽。尽管他曾经历过各种风霜雪雨，但他仍然愿意成为大家的太阳。周深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仅仅因为他的才华出众，更因为他一贯保持真诚之态。虽然在《好声音》中未能得到那英的认可，曾让他感到遗憾，但现在这些已经渐渐变得微不足道。